个一辆车呀？什么情况？他从4米高处落了下来，被钢筋贯穿了。通知机动 B 超出线，速疏解靠快。是。通知家属了吗？通知了，半个小时能到，让工厂负责人签字。病情危重，准备手术。知道了。厂长李帅，跟我来。 准备大量美兰。我们需要建立接美通道，250毫克10%的葡萄糖，外加140毫克美兰，全速进点，同时用高光3甲洗胃。主任，来。美兰在急诊科有常规用药不能过，这么用下去肯定不够，那怎么办？林哥，美兰。通知院长，需要大量的美兰，实在不行去别的医院调。快去！收到。我去，郑医生，病人这边状况不好了，来看一下。什么情况？血氧50、20、心率40，血氧饱和度查不到。073说需要美兰，快！静脉通道无法接力。郑医生，静脉通道无法接力，这里也是，静脉动脉都不行。这人怎么办？放松，往这边吐。医生马上就来了。深呼吸，深呼吸。肾静脉栓塞包，准备消毒。是。林渊、苏玉，你们过来一下。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用肌肉针，可以试试。林渊，帮我一下。好。取屏幕，头地足高位，脚抬高20度，体提高静脉压，使静脉充盈。这是为了保证静脉内的气压为大气压，这样穿刺时就不会发生空气栓塞的危险。有软皮的。好。大家看好了，把其他患者摆成这个体位，脚高头低，快！绕一下。穿刺点在锁骨下中3等区。对，锁骨下，也就是锁骨中心的外侧，远离锁骨下任意区域，仔细观察。老师，除去白体位时间一共45秒。这点滴配美兰。好。大家在输液的时候开最大量，输液完毕后继续给糖水洗胃。能做到吗？应该没有。可以。那就用这种办法，抓紧时间。好。你们2个去帮忙配药。哎，药来了。别着急，这种有难度的穿刺必须反复试探、反复寻找，有的时候还得靠运气。你当我是你的？哥，我错了，学会了吗？再给我1年。
手僵了吧？快做拉伸。准备关腹，温盐水，吸。好。伤口极深，需要装一个引流管。来，给我。 可以关腹了。我来。海城连个自动降温红细胞机器都没有，到现在还有人工武学。这一点，我们和曼欧确实没法比。 不过，我们还是把人给救活了。那还不是因为我来得及时。谢谢你。剑，我手速不够快，所以练习魔方做强化训练。我2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战胜了200个竞争对手，成为了曼欧的实习生。剑，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战胜你。你会做到的。 傅远，这有我。女人，女人。 对不起，你从小就想当医生，连过家家都是给洋娃娃打针。
我看在眼里，美在心里。我觉得自己后继有人了。直到我伤了手。那一刻，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和自责。医学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当医生要拿刀、拿针、拿锯子的，每天面对的全是病菌，感染的几率最高。那天我就觉得是老天爷在给我一个小小的提醒和警告。他告诉我，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学医。况且，我自己当医生这么多年，我深知这个行业的艰辛，太辛苦，太累了。我就对自己说，老林，你得让自己的女儿生活的轻松一点儿。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多倔呀！越不让你干的事情，你越要干。你甚至瞒着我和你的妈妈，自己偷偷的报考了医学院。那还不是被你们发现了？然后这擅自改了我的志愿。如果不是老师再跟我确认一遍，我人生都被你们毁了。擅自更改你的高考志愿，后来又阻挠你出国，不断的打压你、讽刺你，还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真对不起你。林渊，我今天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林医生，你真的很棒。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甘心。我一个人在外面10年了。我就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但你缺少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郑医生，这不就是你来海城的目的吗？林渊，海医大普外科毕业后考入哈佛医学院，读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被邀请进入曼欧实习，拥有丰富的肝移植、肾移植手术经验。我接下来要做连体婴分离术，需要一个和我同时分离肝脏的主刀。这台手术非常困难，但我觉得你能胜任，所以。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你可以再考虑考虑。我愿意。
要参加连体分离术，我还要参加以后很多很多的手术。我要证明，我可以当最好的外科医生。就像土壤抓着根的期盼，投下白色光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本市钢厂的厨师错把亚硝酸盐当成食盐使用，导致236名工人在吃过午饭之后中毒送医。现在所有的工人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相信很快就能好转。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孙泽丽在海城医院为您做第一手的报道。感觉怎么样？这个还是上谁写着了？医护人员确实太不容易了。是。医护人员这个职业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回去整理素材，给他们好好写篇报道。华姐，听说你把仓库里的美兰都搬去给海城了啊？然后呢？然后，哦，他们都滴了美兰，就好转了。谁问你这个了？你在关键的时刻拿出这么重要的东西，苏院长他付钱了呀？要什么钱啊？这么好的机会全让你给浪费了，废物！但是花姐，今天我真的救了好多人。我看到了新闻报道，恭喜你，艾丽，你做的比我好太多了。艾丽，你做的比我好太多了。周立涛，院长，什么情况？这些都是中毒工人的家属，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现象。第一位是一位老太太，呕吐得很严重，而且工厂那边来电话说呕吐的家属越来越多。艾云呢？跟郑在看家。哎，是，慢点。现在什么情况？副总，跟亚硝酸盐有关系吗？那些呕吐患者皮肤没有蓝灰色的反应，而且他们都住在家属楼，大部分自己做饭，所以吃的食物跟工人们也不一样。检查结果呢？从血液检查到呼吸道检查，再到消化道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别的医院怎么说？其他医院也在寻找病因，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了？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了？所以花姐，要不要考虑全面紧急更援，成立重大疫情指挥中心？老太太胸边出来了，不是呼吸道，也不是肠胃道，会不会是细菌病毒感染呢？不会，片子没问题。看那老太太吐的，已经都快虚脱了。刚接到通知，大概又有100多名工人家属出现类似情况。接触的医护人员怎么样？暂时没什么异常，我先去了啊。没事吧？
喂，潘老，我们已经在做准备了。好，知道。市领导已经请了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然后几家医院一起研究到底出于什么病因。指导组的领导让我们医院去现场取些样本回来，方便检验。安云，把所有呕吐患者转移到急诊大厅，封闭管理。好。在没有找到病因之前，我们尽量控制住局面，等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 急诊科的人要辛苦点了，24小时值守，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是。苏叶，你跟常燕去到患者家里，去看一下他们的食物，也许会有新的发现。那急诊科这边交给你了，快去开会。月儿，走。喂。阿离，我听潘老说具体时间又严重了。正在查找原因呢。 别忘了5天后回来复诊啊！我记得了，那么5天后见。5天后见。哎呀，哎呀，哎，别动！苏院长，你现在千万别动，准备领车送抢救室。抢救？送抢救室干什么？ 我怀疑你突发心梗。哎，伍佰，说。什么心梗？你们先做手术，手续等我回来补。哎，郑人，拜托了。谁心梗啊？花儿姐。 心脏以前没毛病啊，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的。花儿姐真的太要强了，她本来可以选择过清闲的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管她叫花儿姐吗？医院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地方，绝望的患者，麻木的家属，疲惫的医生。 憔悴的护士，到了这儿，人类的唯一追求，只剩下了活着。活着，而不是生活。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 对，所以，我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我要让大家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只有看见生活的美好，才能熬过活着的艰辛。放心吧，他会没事的。 这就那一家3口啊！这房间这么小，连个隔间都没有，怎么住啊？厂里的家属楼就是这样，能够遮风避雨就行。我们要找到具体的毒素，对症下药。别有遗漏啊！哎，钥匙。发现了吗？没有，取了些样本。你呢？没有。喂。啊？我知道了。好。怎么样？你说吧，我能承受得住。 3根冠脉堵了2根，已成功取栓，放心吧。哇，你这大喘气儿，你吓死我了你！走吧，下一家。
3根冠脉堵了2根，幸亏及时。要是再拖久一点，就算指导组来了，院长也看不见了。我可清醒着呢。院长，我这不是说发现及时吗？你平时做手术的时候，这么愿意跟患者聊天啊？我就是活跃活跃气氛。院长，您想下支架吗？别下支架，现在真的舒服多了，什么时候能起来啊？院长，轻伤不下火线，可使不得呀。外面那么多人等着转移，我就躺在这儿，还耽误你们，接受不了。院长，你不下支架的话，一会儿送你回病房吧。啊？还住院？您不希望第3根也堵上吧？别去。外面要是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很简单呀。半先生，请。睡了没有啊？我不困。你睡了吗？我也不困。各位，我是来自北大医院指导组的副组长孔于敏，这次专程来海市负责这次群体性的中毒事件。接下来，请大家依次发言，谈谈你们的看法，集思广益，尽快查明事件真相。样本收集齐了，回吧。我刚才捋了一下取证的单子，这100多人同时呕吐，除了水，他们的食物里没有重复的东西。但如果是水源的问题，就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厂区人中毒啊。哎，你说这里住这么多人，当时出事的时候，厂区人是怎么通知的呀？挨家挨户打电话？用不着打电话，厂区里的大喇叭一喊，所有人都知道了。还真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住过。啊？你果然不是很了解我，走吧。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没有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天天疼，特别疼。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去吧，会有新的发现的。去吧。好，谢谢医生啊。妈妈带你去风湿免疫科。下一位。什么症状啊？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去风湿免疫科吧。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去吧，会有新发现的。我。排队1小时，看病1分钟。风湿免疫科哪儿有？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扶梯上2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这哪儿有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
风雨雷电日，急诊忙翻天呀！想补觉，做梦吧你！喂。 小远，什么情况？心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去电梯！小远，你今天不是出嫁了？我们上铺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急了对方拔刀就捅，快！伴侣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医人，来，架开。 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出弹。跳了！喂！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大夫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啊？啊？哎！ 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 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会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 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
看着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张仁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的，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被梦想让步了现实啊！
要不是你给他拉来曲河投资，他能当上院长啊？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婆做手术，我要让她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伯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
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婆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当杂役使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养通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莹莹？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Brina.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Okay. This one, please. 云哥，值班的孩子有福报啊！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罗伯莱纳大神的手术。院长，我们准备麻醉了。好。Dr. Leda,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感哦。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
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Surgical dissectio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to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莱纳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院长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被迫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被迫手术了。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
你们都出去吧。血管堵住了，继续肿瘤组织粘连剥离。先歇会儿吧。保护血管，这个位置有条隐性的肿瘤扩大血管，小心一点。 切除胰头和12指肠。组织姐，郑医生，手术还需要持续多久？2个小时左右。 继续备药。好。这算是成了吧？成了吗？成了，虽然后续很复杂，但已经问题不大了。真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官复。 手术结束。12指肠并发症极多，需送入 ICU， 确保肾脏灌注。收到，辛苦了，郑医生。我叫谢依人，以后多多关照。郑医生好，我叫武英英。我叫贺乾。 莱纳博士都做不了的手术，他居然做成了。这个人是谁啊？他叫郑仁，介入科新来的主任。
这么年轻就是主任了，那跟我们云哥一样聪明。证人，我向你道歉，谢谢你。我说过，错误的影像设备误导着医生的判断，盲目轻易的手术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这次能救回来是侥幸，那么下一次又会轮到谁？你真的不知道术前影像有问题？我知道，那是以前的片子。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侥幸啊，希望能够手术，希望手术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侥幸，才有了这次的奇迹。如果是精准的片子，莱纳博士不会来的，你也不会来的。你们会让我放弃，去想别的办法，那些更遭罪的、更煎熬的办法。明知道没有机会，却还要去博取机会，这就是患者家属存在的意义，不是吗？但你不仅仅是患者的家属，你还是医院的董事，对医生隐瞒病情是不负责任。而身为医生，劝家属放弃，选择更遭罪的治疗方案也是不负责任。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转介入吗？寻求更人文的治疗方案，就是我转介入的原因。星光的温存，听见雨滴脉搏轻声的吻，也不再沉默到凌晨。有时太聪明显得笨，你却耐心地问这不解的灵魂。小东西，还挺会找地儿的，还知道给自己找把雨伞啊！看在你送我伞的份上，以后就叫你小雨伞吧。我回家。来，走了。